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河南这个名字竟成了贬义的形容词。只要提到河南，马上就会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，什么偷井盖、骗子多、素质差等。可事实上，在这些口诛笔伐的地域黑中，有80%的人都没有去过河南。那么河南真的有这么不堪吗？河南位于华北平原南部，黄河中下游，跨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海河4大流域，东临山东、安徽，西临陕西，北与河北、山西相接，南临湖北，总面积16.7万平方公里。从地图上就能看到，河南正好处在我国版图的中心位置，地理条件十分优越，素有9州腹地、10省通衢的美称。也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历史上有24个朝代在这里建都，200多位帝王在这里执政。可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，以河南为文化政治中心的时间就有3000多年，每一座城市的历史都非常悠久。比如有着休闲茶都之称的信阳，是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过渡地带，是全国10大宜居城市之一。有中州粮仓之称的南阳，是河南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城市。有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驻马店，这里是《西游记》的拍摄地，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还有华夏先驱的周口，这里是伏羲的故都，老子的故里。有食品名城的漯河，这里有着亚洲最大的肉类加工生产基地。有曹魏古都的许昌，这里是三国文化的发源地，也是华夏文化重要的发祥地。有汝窑陶瓷艺术之乡的平顶山，这里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材料工业基地。有虢国故都的三门峡，这里是山西、河南、陕西的交汇地，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有中国4大古都之一的洛阳，这里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，并且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。有中国功夫发源地的郑州，也是河南省省会，中国8大古都之一，嵩山少林寺就在这里。有宋文化开创地的开封，八朝古都，这里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创作之地，也是豫剧的发源地。有华商之源的商丘，这里是商朝的起源地，如今的商人、商品、商业等词语都是出自这里。有夏朝国都的济源，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，是愚公移山故事的发祥地，也是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城市之一。有百年没成的焦作，这里是陈氏太极拳的发祥地，也是司马懿、韩愈、李商隐的故里。有仰韶文化发源地的新乡，这里是中国电池工业之都，也是豫北的经济、教育、交通、商贸物流中心。有封神榜发源地的鹤壁，这里是河南水资源最清洁、蓝天最多的城市。有中华龙乡的濮阳，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。有7朝古都的安阳，是中国8大古都之一，这里是文字的始祖、甲骨文的故乡。可以说，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魅力。不仅如此，河南境内雨水充沛，土壤肥沃，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，每年粮食产量多达1000亿。不仅解决了本省上亿人口的吃饭问题，每年还会外调数百亿送往外省。不过如今的河南可不仅仅只是农业大省，也是全国 GDP 前5的经济大省，排名仅次于广东、江苏、山东和浙江。或许很多人会意外，河南不是很穷吗？要知道，河南自古便是漕运必经之地，商贾云集之所，如今也是全国交通线路交汇之地，拥有铁路、公路、航空、水运等相结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。正所谓道路通则百业兴，如今河南已经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物流中转站，诸多企业也选择在河南建厂。而作为拥有上亿的人口大省，河南不仅可以快速承接来自外省迁入的密集型产业，如电子、汽车、生物医药等现代化高新产业，同时也凭借自身的农业优势，发展了消费基数相对较大的轻型产业，如食品加工、食品制作业等。目前河南拥有齐全的40个工业大类，其中2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。仔细想想，河南真的像极了曾经的中国，在落后时遭人欺凌，却凭着河南人的踏实勤奋、坚韧不拔的性格，短短10年间，硬生生将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变成了全国第5的经济大省。现在的河南改变了国人对他的印象，也正如中国的崛起正影响着全世界。相信随着国家对河南高等教育的重视，河南的未来必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。